这是一个关于错觉的故事。时间回到1974年，地点是一所顶尖大学的 MBA 讲堂，通常传说为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但故事原型常被引用在各处。站在讲台上的是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麦当劳创办人雷克洛克，台下坐着的是全美国最聪明的年轻头脑，未来的华尔街精英。演讲结束后，雷邀请学生们去喝一杯。在轻松的氛围中，雷突然放下酒杯，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各位，你们觉得我是做什么生意的？全场哄堂大笑。这老头是不是喝醉了？这世界上还有谁不知道麦当劳是做什么的吗？一位大胆的学生笑着回答：雷，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做汉堡生意的，你是汉堡大王。雷克洛克没有笑，他那双看透商场的鹰眼扫视了一圈，然后严肃地说出了那句震惊在场所有人的话：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但你们错了，女士们、先生们，我的生意不是汉堡，我的生意是房地产。直到那一刻，学生们才意识到，他们看到的那个金色的 M 字招牌其实只是一个诱饵。我们所有人都被骗了，我们以为麦当劳是一家连锁餐厅，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伪装成餐厅的房地产帝国。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个价值1000亿美元的商业魔术，看看雷克洛克是如何利用那块看似普通的牛肉饼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单一房地产控股公司的。要理解麦当劳的房地产帝国，我们首先得剥开第一层洋葱，那个让它得以扩张的系统。把时间再往前推，回到1950年代的加州，当时的美国餐厅服务慢，菜单杂乱，厨房脏乱差，直到一对天才兄弟出现了，迪克麦当劳和麦克麦当劳。这两兄弟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不可思议的事，他们把亨利福特的汽车流水线搬进了厨房。他们发明了快速服务系统 Speedy Service System， 他们只卖3样东西：汉堡、薯条、饮料。在他们的厨房里，每一步都被精确计算过，汉堡肉煎几秒，酸黄瓜放几片，番茄酱挤几下，全部都有严格的标准。1954年，当雷克洛克第一次走进这家店时，他震惊了，但他看到的不是汉堡有多美味。说实话，麦当劳的汉堡从来都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他看到的是一个不需要天才也能运转的赚钱机器。在传统餐厅，你需要依赖大厨的手艺，大厨心情不好，菜就难吃。但在麦当劳，因为有了这套 SOP， 你可以聘请一群什么都不懂的高中生，只要他们照住流程做，就能做出品质一模一样的汉堡。这就是第一层认知，产品本身并不重要，生产产品的系统才重要。雷克洛克决定把这个系统推广到全美国，他跟麦当劳兄弟签了合约，开始疯狂卖加盟权。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对吧？错了，雷克洛克很快就发现自己快破产了。这听起来很荒谬，一家正在疯狂扩张，顾客大排长龙的公司，为什么老板会穷到连律师费都付不起？问题出在商业模式上。当时的合约规定，麦当劳总部只能向加盟主收取极低的一次性加盟费，以及9%的营收抽成。这1.9%里面，雷还要分给麦当劳兄弟0.5%。这意味着雷克洛克忙得像条狗，帮加盟主培训、管理、行销，但最后只能拿到微薄的4%利润。这点钱根本不足以支撑总部的开销。就在这时候，一位改变麦当劳命运的男人登场了，他叫哈利·索恩本，一位财务天才。哈利看完了账本，对雷说了一段经典的话：雷，你搞错了，你不需要跟加盟主分那点可怜的汉堡利润，你应该去买下那块地，然后把它租给加盟主。这就是著名的索恩本模式。在此之前，加盟主是自己找店面，自己付房租给房东，麦当劳总部管不到这一块。哈利建议麦当劳总部先去选址，买下或长期租赁那块地，盖好房子，然后再把这家带有土地的餐厅转租给加盟主。这个模式的精妙之处在于3点：第一，稳定的现金流，不管加盟主那个月汉堡卖得好不好，房租是必须交的，而且麦当劳收取的房租不仅包含固定租金，还有营收抽成，哪个高就收哪个，这意味着总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第二，绝对的控制权，以前加盟主不听话，雷没办法，现在你不听话，我就取消你的租约，把你踢出去，因为地是我的，地是我的，你只是个房客。第三，资产增值，随着城市发展，这些位于黄金地段的土地不断升值，麦当劳不需要卖出一个汉堡，它的资产负债表就在不断膨胀。加盟主以为自己在卖汉堡赚钱，实际上
他们是在卖汉堡帮雷克洛克付房贷。就这样，雷克洛克从一个苦哈哈的连锁店管理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全美最大的地主。有了钱，有了地，雷克洛克的野心膨胀到了极点。他受够了麦当劳兄弟的保守，这对兄弟只想守着加州的老店，不愿意改变配方，不愿意过度扩张。双方的矛盾终于爆发了。1961年，雷克洛克提出要买断麦当劳兄弟所有的权益，这对兄弟开出了一个天价，270万美元现金。他们以为这能吓退雷，但雷咬住牙，四处借贷，甚至不惜接受高利贷条款，最终凑齐了这笔钱。交易完成的那一刻，才是最残酷的开始。原本双方有一个君子协定，麦当劳兄弟可以保留他们最初的那家老店，继续经营，但因为这条款没有写进正式合约，据说是为了税务原因口头约定，雷克洛克翻脸不认账。他不仅不让他们使用麦当劳这个名字，甚至在他们的老店对面开了一家新的麦当劳。雷克洛克用强大的资本和价格战，活生生搞垮了创始人的店。最后，麦当劳兄弟只能关门大吉。这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麦当劳兄弟拥有最好的产品、汉堡和流程，他们是艺术家，但雷克洛克拥有最强的商业模式、地产和扩张，他是野心家。商业世界很残酷，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拥有产品的人不一定赢，拥有商业模式的人才赢。故事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场资本家的游戏，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请看着你的双手。在人生的这场游戏里，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在做着麦当劳兄弟的工作。我们努力磨练技能，努力煎好每一个汉堡，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以为只要汉堡煎得好就能致富，但这是一个陷阱，因为这种模式叫做手停口停。你的收入完全依赖于你的劳动时间，这就像早期的雷克洛克，如果不去卖加盟权，就没有收入。我们真正应该向雷克洛克学习的，不是他的残酷，而是他的思维，从劳动者转变为系统建立者。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一块属于你的房地产？这不一定是指真的买房子，它可以是一项被动收入的投资组合，可以是你的知识产权，可以是一本你写的书，甚至是像这样一个能够24小时为你工作的 YouTube 频道。你要建立一套系统，让这套系统能够在你睡觉的时候，在你度假的时候，依然能为你产生价值。不要只当那个在厨房里汗流浃背的厨师，试着去当那个设计厨房、拥有土地的人。这就是麦当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如果你喜欢这样颠覆认知的商业拆解，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在下一集，我们将带你走进另一个商业帝国的深处。这里是 Simon 的思维笔记，我们下集见。